他站在红堡的高处，俯瞰君临城。人们称她为女王、母狮、兰尼斯特家族最锋利的獠牙。但你可能没有想过，瑟西·兰尼斯特一生中毁掉的每一段关系，每一座城，每一个敌人，都来自同一个他不愿面对的情绪——恐惧。欢迎来到心理尽头。这一集我们将走进权力的另一端，瑟西·兰尼斯特。为什么他努力守护的孩子和爱人全都死于非命？这真的都只是命运的安排吗？他的暴烈，他的残忍，他的执着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心理阴影？瑟西的命运始于一句预言：你的孩子都会死去。从那一刻起，他对世界的感觉就只剩下2个字：不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瑟西从来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派。他的狠劲儿是从恐惧里长出来的，他的愤怒是从无力里长起来的。他出生在兰尼斯特家族，看起来她是兰尼斯特的千金女，但其实她天生就没有继承家业的权利。这辈子只有一条路等着他，被父亲当作筹码，用作政治联姻的工具。在最懵懂的年纪，他被一个预言锁定了一生的命运：你的孩子都会死去，你也不会是国王。这无异于告诉他，你想要的都得不到，你爱的人也会离你而去，你拥有的一切都会被别人夺走。在恐惧里长大的孩子会带着恐惧去看整个世界。瑟西的世界里从来都没有安全感，他看到的只有威胁，所以他的世界里只有3种人：能利用的、可以控制的，或者必须被消灭的。而这一切只因为他相信，只要我能控制所有的一切，我就不会受到伤害。他的残酷不是天生的，那是被不安和恐惧逼出来的生存方式。瑟西的一切疯狂其实都来自于一种非常普通的情感，渴望被爱。他年幼的时候就没有了母亲。在原著当中，当小恶魔出生的时候，瑟西和詹姆都只有6、7岁。而在电视剧当中，他们当时都只有4岁。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孩子最渴望得到母亲关注的年纪。这一点从美剧当中瑟西不止一次指责小恶魔杀死了母亲这一点上就能看出，瑟西对于幼年丧母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失去了母爱，那父爱呢？父亲泰温·兰尼斯特一心只想将兰尼斯特家族发扬光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泰温对于3个孩子更多的则是利用。他利用了大儿子詹姆的忠诚与骑士信仰，也利用了小儿子提利昂的智慧。但是对于女儿瑟西，最大的用处就是用来联姻。泰温把她嫁给了国王劳勃，瑟西成为了泰温野心当中的一颗棋子。他对詹姆的扭曲的感情，来自于詹姆如同父亲一样对他的照顾。是的，他所渴望的父爱，泰温没有给他，但他却从詹姆那里得到了。当瑟西颤抖着沿着被摧毁的红堡的楼梯走下来，见到詹姆的那一刻，这位高傲的女王竟然委屈得像个小姑娘一样哭了出来。这一刻站在她面前的不是詹姆，而是她从小就一直渴望得到的父爱。就是这样对爱极度渴望，却无法得到，于是她变得恐惧，变得害怕，害怕会失去一切自己重视的家人。
我们不难从骄横跋扈的乔弗里身上看出，瑟西对他的控制已经达到了怎样的地步。因为他无法承受失去，而当乔弗里和女儿弥赛拉都被杀死之后，瑟西身上的这份恐惧开始变本加厉，他极尽一切手段想要控制君临城里的一切。当他安排小儿子和小玫瑰的婚事的时候，瑟西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做出了他的父亲一模一样的事情，通过控制和安排孩子的皇室联姻来稳定自己的权势。之后，他又试图通过大麻雀之手铲除高廷的势力，直到最后，当他发现他失去了对大麻雀的控制，他就干脆安排了一场大爆炸，将大麻雀和小玫瑰一同炸死。当他在城楼上当着龙妈的面处死弥桑代的时候，那一刻他一定认为自己有能力可以掌控龙妈。他轻信了尤伦·葛雷乔伊的话，认为使用巨大的弩箭车就能够射杀巨龙。他将君临城的百姓驱赶到红堡的城墙内，认为这样就能逼迫龙妈停止火烧君临城。他以为他能够掌控一切，但是他得到自己想要的了吗？并没有。看到小玫瑰被炸死之后，他唯一仅存的小儿子也跳楼自杀了。城墙上排列的整整齐齐的巨型弩箭车，在巨龙的怒火下，甚至都来不及发射，就连同整座城市一同被摧毁了。瑟西身上的预言被验证了，他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孩子，断送掉了自己的一生。心理学家约翰·鲍比和他的学生玛丽提出过3种不同的亲密关系中的依恋模式：安全性依恋、焦虑性依恋和回避型依恋。很明显，瑟西的依恋模式就属于焦虑型依恋。这种依恋模式产生于他的童年，而他慢慢学会了用控制一切来补偿自己的这种焦虑。一个害怕失去的人会把爱操作成占有。我爱你，所以我必须每时每刻都知道你在哪里做什么。我爱你，所以你必须只属于我一个人。我爱你，所以我必须替你决定命运，把我认为好的东西强加于你。我爱你，所以你不能离我太远。我爱你，所以我必须先发制人的全方位的保护你。对瑟西来说，爱不是亲密的连接，而是持续的焦虑触发器。于是他用控制来对抗不安和恐惧，但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越是控制，关系就越是会被压垮。瑟西只是影视作品和小说当中的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在我们的周围，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多少父母就像瑟西那样，嘴上说着我是为你好，却强迫着子女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这是一种典型的人类心理悖论，越害怕失去，就越容易亲手毁掉你最想守护的东西。在美剧《权力的游戏》当中，无论是龙妈还是瑟西，他们的迷失全都源自于自己一直不敢面对的心理阴影。荣格称这种内在冲突为人格的分裂。对于瑟西来说，那是一个永远害怕被夺走爱的女孩，以及一个必须强大到不可被击败的女王，这两者在她体内不断的对撞。她的阴影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恐惧、嫉妒、羞耻和无力感。这些情绪一旦被压抑，就会在外部表现为极端的复仇、对敌人的非人化、对亲近者的操控，
以及对失败的零容忍。也就是说，瑟西不是变坏了，他是被自己的心理阴影所吞噬了。他通过摧毁别人来逃避面对真实的自我，他试图用假装强大来掩饰内心那个极度害怕的小女孩。他的这份不安最后外化成为了对失去王位和失去统治的恐惧。他亲自把这份恐惧转变成了城墙上整齐排列的巨型公弩车。他要用这些武器来应对那条巨龙，仿佛射杀了巨龙，自己就能够控制住一切。却没想到巨龙对整座城市的摧毁来得这么突然，这么摧枯拉朽。瑟西·兰尼斯特最后把自己困进了哪怕拥有王座也得不到安全感的心理孤岛。他一生都在对抗失去，却从未意识到他真正失去的是自我。许多观众都觉得瑟西最后死有余辜，但他其实只是一个从未被保护过的孩子。他用最锋利的武器保护着最脆弱的内心。但当恐惧成为一个人唯一的动力，他看到的每一个人就都会变成敌人，他做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变成控制他人的牢笼。瑟西的悲剧提醒我们，如果无法正视自己内心的那份恐惧，我们就会活成恐惧的样子。感谢你收看本期心理镜头，下一集我们将继续探索权力背后的人性阴影。欢迎订阅与分享，让故事照亮我们的内心。